你好，我是阿素。在上一章社會認知裡，我們聊到了親密關係裡最殘酷的一個真相。剛在一起時，你看到的完美、體貼，甚至那種命中注定的契合感，很大程度上只是你大腦產生的正向錯覺和投射。那麼，當半年、1年過去，這種完美的幻覺徹底破滅，真實的對方暴露出自私、冷漠和不可理喻時，關係會走向哪裡？絕大多數人都會在這個時候憤怒、委屈地質問對方：你變了，你以前根本不是這樣的。可是，他真的變了嗎？還是你們之間那座連接彼此的橋梁早就已經悄悄斷裂了？很多跨國婚姻或者有了孩子之後的夫妻都會發現，以前無話不談的兩個人，現在只要一開口就是無休止的爭吵、指責，或者更可怕的是，為了維持表面的和平，两個人開始陷入死一般的沉默。著名心理學神作《親密關係》在第4章裡給出了一個極其震撼的結論：很多時候，兩性關係的破裂根本不是因為不愛了，而是因為我們從來沒有學會過如何在這個圍城裡溝通。這一集，阿素會帶你一起拆解兩性相處的底層邏輯，帶你認清那些正在悄悄殺死你婚姻的末日四騎士。如果你也正處在一段說了覺得累，不說覺得悶的壓抑關係裡，這一集，阿素陪你一起找到那個答案，完成這場關於幸福的自我救贖。現在，讓我們正式進入第4章，溝通，親密關係裡最重要的技能。我們先來澄清一個誤解，溝通不等於說話。書裡告訴我們，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分為2個層面，言語溝通和非言語溝通。而研究發現，在面對面的交流中，非言語溝通傳遞的信息量遠遠超過言語本身。非言語溝通包括什麼？表情、眼神、肢體語言、聲音的語氣和語調、身體之間的距離，甚至是沉默。你有沒有過這種體驗？對方說我沒事，但你就是感覺他有事。那是因為他的表情、他的語氣、他身體的緊繃，都在傳遞和他說的話完全相反的信息。這裡有一個很重要的發現，當言語信息和非言語信息產生矛盾，我們的大腦會更相信非言語信息。因為非言語信號更難偽裝，更接近一個人真實的內心狀態。所以，當你在和伴侶溝通的時候，不只是要注意你說了什麼，還要注意你怎麼說的，你的語氣是不是帶着指責，你的身體是不是在傳遞拒絕，你的眼神是不是在回避。這些對方都感受得到，即使他說不清楚他感受到了什麼。現在我們來聊言語溝通。書裡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區分，信息的內容層面和關係層面。內容層面是你說的話的字面意思，關係層面是這句話背後傳遞的關於你們關係的信息，也就是我們說的和我們想說的。舉個例子，伴侶說你又忘記倒垃圾了，內容層面，垃圾沒有被倒。關係層面，這句話可能在傳遞你不可靠，你不在乎我，我很失望。如果只聽內容層面，你會覺得這只是一件小事，下次記得倒就好了。但如果你聽見了關係層面，你會理解為什麼伴侶為了倒垃圾這件小事會有那麼大的反應。因為他真正在意的不是垃圾，而是背後那種我的需求沒有被重視的感覺。很多關係裡的爭吵，表面上是在爭一件具體的事，但真正的戰場是關係層面那些沒有被說出口的感受和需求。當我們學會區分這2個層面，我們才能真正聽懂對方在說什麼。說到溝通，大多數人想到的是怎麼表達自己，但書裡特別強調，溝通裡最難也最重要的技能，其實是傾聽。不是那種聽着聽着就開始想自己的回應的傾聽，而是真正地全身心地聽見對方在說什麼。書裡把這種傾聽叫做積極傾聽，它包括幾個核心要素。給對方充分的時間和空間說完，不打斷，用眼神和肢體語言表達你在聽。在對方說完之後，用自己的話複述你聽到的內容，確認你理解正確，然後才回應。聽起來很簡單，但實際做起來非常難。因為我們在聽的時候，大腦通常同時在做好幾件事，評判對方說的對不對，準備自己的反駁，回憶類似的情況，或者乾脆開始走神。我們以為我們在聽，但其實我們只是在等待說話的機會。你有沒有過這種感覺？你在跟對方說一件很在意的事，但你能感覺到他根本沒有在聽，他只是在等你說完。那種感覺
比他直接反駁你還難受，因為反駁至少說明他聽進去了，而那種沒有被聽見的感覺，會讓你覺得自己在這段關係裡是不重要的。真正的傾聽是給對方一份禮物，那就是我在這裡，我聽見你了，你對我來說是重要的。接下來我們來聊溝通中的末日四騎士。書裡引用了著名心理學家約翰·戈特曼的研究。戈特曼通過幾十年對夫妻關係的觀察，總結出了4種最容易破壞關係的溝通方式，他把它們叫做末日四騎士。第一個是批評。批評和抱怨不一樣，抱怨是針對具體行為的，比如你今天沒有回我消息，我很擔心。批評是針對對方這個人的，比如你總是這樣，你根本不在乎我。批評會讓對方感到被攻擊，本能地進入防禦狀態，然後要麼反擊，要麼關閉。第二個是鄙視，這是末日四騎士裡最具破壞力的一個。鄙視包括諷刺、嘲弄、翻白眼、貶低，任何傳遞我比你優越，你很可笑的信息。戈特曼的研究發現，一段關係裡鄙視出現的頻率，是預測這段關係會不會走向終點最準確的單一指標。當一個人開始鄙視另一個人，這段關係就已經在非常危險的地方了。第三個是防禦。當我們感到被攻擊，我們的本能反應是防禦，這不是我的錯，你也好不到哪裡去，我已經做得夠多了。防禦的問題在於，它把溝通變成了一場沒有人願意認輸的戰爭。對方在試圖表達一個感受，你在防禦，對方就不得不說得更激烈，然後你防禦得更強烈，螺旋上升，直到兩個人都筋疲力盡。第四個是築牆。築牆是指完全關閉、沉默、回避、假裝對方不存在，或者直接離開對話。這通常發生在一個人已經被情緒淹沒，無法繼續溝通的時候。但對另一方來說，這種突然的關閉會帶來一種強烈的被拋棄感，反而讓情緒更加激烈。書裡說，這4種溝通方式不是關係出現問題的結果，而是關係走向終點的原因。你在自己的關係裡認出了哪一個？除了末日四騎士，書裡還講到了幾個我們在日常溝通裡最常遇到的障礙。第一個障礙是情緒淹沒。當我們在爭吵中情緒激動，心跳加速，大腦的理性部分會開始下線。我們說出來的話很多是情緒的產物，而不是我們真正想表達的東西。書裡建議，當你感到情緒開始失控，最好的辦法是暫停，不是冷戰，而是真正的暫停。告訴對方，我現在需要20分鐘平靜一下，然後我們繼續談。這不是逃避，而是給自己和對方一個空間，讓理性重新上線。第二個障礙是性別差異。研究發現，男性和女性在溝通上確實存在一些差異。女性在溝通時更傾向於分享感受，尋求情感連接；男性在溝通時更傾向於解決問題，給出方案。這導致一個很常見的場景，他在說一件讓他難過的事，只是想被聽見和理解。他在認真地給他出主意，告訴他應該怎麼解決。他感到不被理解，他感到努力沒有被認可。兩個人都沒有做錯，只是在用不同的語言溝通。如果你有這種感受，可以試着直接告訴對方你需要什麼。我現在不需要解決方案，我只是需要你聽我說。或者你能告訴我你覺得我應該怎麼做嗎？把需求說清楚，比讓對方猜測容易得多。第三個障礙是手機和數字干擾。這是現代關係裡一個非常真實的溝通障礙。我們已經在上一章提到了手機對連接感的影響，但在溝通這個話題上，它的破壞力更加直接。當你在和伴侶說一件重要的事，而他的眼睛在屏幕和你之間來回移動，你感受到的是手機比我重要。這種感受會讓你開始關閉，開始覺得說了也沒用，慢慢的，你們之間真正的溝通就會越來越少。書裡建議，在重要的對話裡，把手機放到另一個房間，不是放在桌上翻轉，而是真正的移出視線。這個小小的動作傳遞的是一個強烈的信號，在這一刻，你是我最重要的事。我們來看一個很多人都會覺得像在說自己的故事。志遠和小梅在一起4年了，他們很少激烈的吵架，但小梅總感到一種壓抑，有很多話她想說，但不知道怎麼開口，怕說了會引發衝突。有一天，小梅鼓起勇氣說，我最近感覺我們之間有點疏遠，我有點擔心。
志遠聽完，立刻說：“哪有，我們不是好好的嗎？你想太多了。”小梅沉默了，她沒有繼續說下去，但她內心的感受是，我鼓起勇氣說了一件對我來說很重要的事，你用3句話就把它否定了。你根本沒有認真聽我說什麼。志遠完全不知道發生了什麼，他以為他在安慰他，他以為他解決了問題。這就是內容層面和關係層面的錯位。小梅說的內容是我們有點疏遠，但她真正想傳遞的是我需要你認真對待我們的關係，我需要感覺到你在意。志遠聽見了內容，但完全沒有聽見關係層面的那個需求。如果志遠那天的回應是你這樣說，我想多了解一下，你最近具體是什麼感覺？整個對話可能會走向完全不同的地方。溝通裡最小的調整，有時候會帶來最大的不同。那要怎麼做才能溝通得更好？書裡給了幾個非常實用的建議。第一，用我来表達，而不是用你來指責。不是你從來不聽我說話，而是當我說話的時候，感覺沒有被聽見，我會很難過。前者是對對方的攻擊，後者是對自己感受的表達。同樣的意思，對方接收到的方式完全不同。第二，選擇正確的時機，不要在雙方都疲憊、飢餓或者情緒激動的時候開始重要的對話。書裡的研究發現，很多關係裡的激烈衝突，只是因為時機選得不對。如果換一個雙方都平靜、都有餘裕的時刻，同樣的話題可能會有完全不同的走向。第三，把問題和人分開。我們在解決關係裡的問題，不是在打敗對方。最好的狀態是兩個人站在同一邊，一起面對那個問題，我們怎麼解決這個問題，而不是你哪裡做錯了。書裡說，好的溝通不是要說服對方，而是要讓对方感到被理解。當兩個人都感到被理解，解決問題就会容易得多。這一章我們聊了溝通這件事，非言語溝通的力量，言語溝通的內容層面和關係層面，積極傾聽的重要性，破壞關係的4個溝通殺手，以及現代生活裡那些讓溝通變得更難的障礙。溝通是一項技能，而技能是可以學習和練習的。你今天在關係裡溝通的方式不是固定不变的，它可以慢慢地一次一次的變得更好。就像阿素自己在遠離家鄉的異國他鄉，在面對生活的壓力和婚姻的瑣碎時，也曾感到過無數次的迷茫和失落。但正是通過对這些心理學底層邏輯的死磕，我才明白，學會表達我的感受，而不是指責你的過錯，才是真正讓一個女性在關係裡重新活過來的底氣。那麼，看到這裡的你，在剛才提到的末日4騎士、批評、鄙視、防禦、築牆裡，你看到了自己或伴侶的影子嗎？今晚，試着把手機拿開，跟那個對你重要的人進行一次真正有回應性的傾聽吧。如果你覺得阿素今天的分享對你的生活有所啟發，請一定要幫我點個讚，並點擊訂閱。你們的每一個鼓勵，都是我在大洋彼岸持續輸出，陪伴大家對抗孤獨的最大動力。可是，聊到這裡，我們不得不面對一個更扎心也更深刻的終極問題。如果我們在關係裡已經拼盡全力去溝通了，如果付出的和得到的基本不對等，這段關係還值得維持嗎？我們口口聲聲說的愛情，它的底層代碼到底是什麼？它真的能超越時間的腐蝕，走向長久嗎？謝謝你的聆聽。下一期，我們將正式迎來整個系列的核彈級篇章，第5章，愛情是什麼？愛能長久嗎？我是阿素，陪你慢慢變得更清醒、更強大。我們下一集見。